怎么就不能判了？他就能不守法吗？想干啥就干啥？不是，你看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什么人？限制民事。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，我听不懂。你不懂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说尹平在点你们家牲口棚的时候，意识当中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讲法律才来找你们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和稀泥啊！要是啥都不懂的话，能一见他就真白爱真白的喊吗？你不要提与本案无关的事情。那我们家的损失谁赔？你赔吗？我觉得你先不要激动。好在是牲口没有受伤，对不对？就是棚子塌了。我们去找一下村委会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。商量啥解决方案？这就是个祸害，他早晚得出大事儿。你们管不了是吧？行，下次我替你们解决。哎，解决？啥解决？来，你让我咋解决？他爹娘死得早，家里就剩他奶奶一个人，能照顾自己就不错了，哪有心思管他？那是不是可以送精神病院呢？钱谁出？政府应该提供救济的，也花不了多少。你花多少他得有人出啊。我这个方法最省钱。我个人出。村长啊，婶子，小朋友惹祸了，你躺着吧，你歇着啊。又得麻烦你。没事，不麻烦。别动！公姐，哎呦，高远还记得吗？高远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啊！哎呦，恭喜！你这是篮球打得那么好，告诉我在哪儿高就呢？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嚯，后生可畏呀！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丁院，这是我夫人方浩。丁院长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南隅。打招呼。哦。我打招呼。高远。哎呀，爸，人家现在是于副院长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不重情义，你肯定得来呀。介绍，这是丁蕊，这是泽明，这是我太太方浩。哎，笑人。嫂子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一直没见过他这个铁哥们儿，这不这次逼着他请的假，坐了几10个小时火车，必须来沾沾喜气。谢，千里送红包，礼重情义也重啊。拿着，谢谢嫂子。那个啥，走吧，搂席吧。走吧，来，走。那个老于，我跟他聊两句啊。行，你们先去。嫂子，跟我们走。啊，行，我们吃我们的啊，走吧。走，没事。恭喜。咱坐哪桌呢？怎么了？夏英杰被下放了，你同意的，你知道吧？你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我跟你说这个干嘛？你这是大喜日子，你改天我跟你聊。不是，他那个案子他是唯一一个主张退卷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是不冤枉吗？不是，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也被处理了。你被处理什么了？你升副院长了，他被处理到村里去了。院里本来要表扬他，夏英杰同志他不同意，我怎么办？他一直性格就是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于高远他什么性格啊？你是副院长，这事儿你不能保护他一下？你但凡说句话，他能到村里去吗？不是你30多岁，你怎么跟个学生似的？啊？他是法官，他是成年人，他需要什么保护？他需要保护啊！你陈一仲天天在北京修法、开学术会，接触的都是高官学者，你了解地方什么样吗？你就跟我这那的。你非要保护，你去。大使家村，你明天买票，后天到，你去吧。别跟我直接，走。行，我去。
老板算账。哎，来了，等一下啊，2份面。丫头，你记着啊，人家要是甩脸子，咱们俩就当没看见。你这案子一审退回2次卷，以后又有2审，不知道经了多少人的手了。那万一是个错案，将来这些人都要被追责，这阻力得有多大呀？那多的时间越长，责任不越大吗？话是那么说。师傅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明知道是错案，但是为了保全自己，也不承认？咱俩就凭案卷就能发现这么多问题？这案子2审过那么多人的手，就1个人都没看出来，那可能吗？可能。我也不理解，这要是我发现这案子有问题，我肯定第一时间提出来。不过也不一样，要是5、6年前，也不会。你看看，监狱还是能改造人呢。和师傅改造人呗。我一个案子呀，经过无数人的手，他无形中这责任也被分解了。每个人都在想，我只对我眼前的这点工作负责，或者呢，我只对我的首长负责。具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，那我说了不算呢。那现在该怎么解决呢？现在不一直在说司法改革吗？就得改这个，从根上改。2位吃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老板，以前我跟我同学经常到南路来玩，下了车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吃面，你还老给我们加肉呢。哦，那不好意思了，我马上给你们加肉。欢迎老朋友回南路。不是老板，不是。材料我们收到了，也已经研究过了。这个案子当年在南路很轰动，毕竟罪犯的犯罪手法太过残忍。后来这个严继才在庭上翻供，一波三折，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很大。你们不在场，很难体会到那种压力。大家呢工作都很辛苦，你们不能因为犯人不服从管教就来折腾我们。来，小林，把这个给老陈送去。对，您说的对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顽固，在我们那儿也翻供，说不是他，脑袋撞墙，哎呀，弄得哪哪全是血。我们呢是这意思啊，就是想把这个案子咱进一步的查实喽，你让他死心了，你免得总是撞墙啊、自杀的。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，我可以给你们解答，但是要想启动复查，没有新的证据，基本不可能。基本不可能，咱们忙活了大半天，就为了他这句话呀？你还是有时候啊，起码他们的态度咱摸到了呀。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，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。走。喂，尤姐。哎，老姑啊，你不是在休假吗？你怎么跑南路去了？哎呀，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放不下呀。郭大姐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？尤姐，我现在都有点魔怔了，这个案子缠的我呀，这个我这精神呢都有些异常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是再弄不清楚，我就是死。这个眼我也闭不上啊。你少来这套，我看你正常的很。尤姐，你说咱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就没有，你就没求过我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想说这个？哎呀，不愧是老哥们儿啊！那我也没求过你呀。现在啊，我就求求你，别给院里找事儿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喂，哎呀，他这个线路它吱啦吱啦，这响，听不清。
那个尤姐，我说你听，我不要求别的，就是咱院里啊给这边发一个电传，就要求他们同意我们查看当年的那个全部案件就行了。我们？除了你还有谁去了？喂，哎呀，这电话真是听不清。老胡啊，这不像你啊，你这么冒失。你想想，要是查来查去没问题，我们如何对南路的同志交代？现在听了，尤姐，从概率上说，那你觉着这一个院都没有，这可能性它高吗？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，他这个案子他肯定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，我就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他查清楚。尤姐，你在听吗？尤姐，老郭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下不为例。怎么样？电传今天就到。哎呀，还得是你呀，师傅。玉慧，哎呀，郑建民，真的是你。别怕，别怕。吃的。我想找妈妈。来，是，妈妈在睡觉，是，好吃的，我给你倒点。吃。香。动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啊，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别给自己背事儿。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，就是憋着要他命来的，一不图财，更不是情杀，应该是报复杀人。那尹平这个情况，虽然有的时候会惹人烦，但是谁会跟他有这么大仇呢？放心吧，很快就会破案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啊？方圆几十里，3个村也就2000多人吧。尹平从来不出村，他能招惹到外村人吗？再说了，咱们这儿也不是交通要道，流窜作案的可能性
非常非常低。所以，您的意思是本村人作案？懂得人家所有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哎，老胡，哎，那个旭东呢？一大早去镇上买东西了，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哎呀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老胡，听说杀人了，是尹平，他杀人是人杀他呀？咋的？你要反映情况吗？正好，夏法官在这儿呢，你说。我知道个啥？我。这是我们南路是最大的城中村了，一直说要改造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就这儿了。嗯。你好。嗯，是刘桂雅吗？我是。你是？我是咱们市检察院的，这2位是从别山监狱来。季才出事了，自杀了。啊，没有，他好好的。抓走前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，他那晚拉过一个女孩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每天拉那么多客人，不会挨个都跟我讲的。那个客人可不一样啊，他是在半夜拉了那个女孩1个多小时，最后还1分钱都没有收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他让律师告诉我，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的，一上车就一直哭，看着挺可怜。当时也有点动心啊，一时冲动就没收费。男人嘛，那有时候就是这样，鬼迷心窍。我能理解。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。要是搁平常，他不会跟你说实话，对吧？哪个男人会主动跟老婆交代这个事情啊？所以他一开始没告诉我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况且我还有证据，能够证明他干不了那事儿。你等我一下。你不觉得他很厉害吗？自从他出事之后，我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，生怕把它割坏了。你们说，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，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？这个当时你没有交给警察吗？交了。当时来了个年轻警察，我拿给他看了。然后呢？他看了看，说与案情无关，就还给我了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检察院批捕之后，过几天就起诉了。我还有一个证据，季才那2天都是穿同一件夹克，直到被捕之前都没有换过。但这件衣服上面没有一点血迹。那女孩是被掐死的。同志，您就认定我们家季才是凶手，啊，对吗？郑检察官，你现在怎么看？郭叔，你叫我小郑建明都行。实话实说，确实有疑点，但还不够有说服力。哪里啊？即便排除他打传呼的时间，他的作案时间理论上还是足够的。还有呢？血迹。如果严继才是一个有预谋的猎手，他完全可以事先就准备好一套衣服放在车里，专门为作案使用。
你认为他是个变态杀人狂？杀人后奸尸，还在被害者下体塞个酒瓶子，这不是一般强奸犯。他应该是有某种心理生理上的缺陷，而且我不认为他是冲动杀人。他可能计划了很久，甚至还为此练习过。我在情感上是很愿意相信他妻子的，但检察官不能因为这些影响判断。人会选择性说话，选择性记忆，更何况他们的感情又这么好。国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挺那啥？不，你挺好，挺好。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？当然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。可以，什么都愿意回答。你跟严继才最后一次夫妻生活是在什么时候？他被捕前2天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因为我们一直商量着要第2个孩子，计划生育的罚款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你们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表现得怎么样？他很好，他真的很好，真的都好。谢谢你啊，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情况。你是一个好妻子，严继才找到你，是他的幸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跑来调查这个案子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们都是我们家的爱人。李慧，师傅，然后咱们去哪儿？甄建民，你现在还觉得严继才是凶手吗？我刚跟郭叔也正在说呢，我觉得还不能排除。所以你就让他自证清白，还是在监狱里，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，你不觉得荒谬吗？李慧，建民说的也有他的道理，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。那他老婆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？他老婆说，他们俩夫妻生活很好，而且还打算要第2个孩子。我不相信一个对未来生活有长远计划，而且很重视家庭的人，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。我也不相信一个变态杀人犯，他可以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。李慧啊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感受的这些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。师傅，我能理解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恐惧、孤独、委屈和害怕，这是你们男人没有办法体会到的，就像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她为什么可以一直这么坚韧一样。是，我是有点情绪化了，我一个人走吧。哎，李慧，头次见他这样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啊，不会，郭叔，我其实还挺喜欢他这样的。啊，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凡事都谨小慎微的女大学生了。我说呢，不过作为检察官啊，还是欠缺历练。你将来你要好好帮帮他，啊。那下一个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被害人的男朋友家了？
行啊，小伙子，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的？他叫乔小军啊，住在胜利大街12号6幢2单元301，已经结婚生子了，所以谈起来恐怕还是有点难度啊。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要不咱们改天去？听你的。例会，张例会，等等，走这么快的？对不起，师傅。啥呀？对不起。走，吃面去，我请客。啊，哎，必须给建民同志加肉。我爱吃肉啊。你说尹平跑这儿来干嘛呢？啊？你别找了，你找这么久了，你这样找不着了。最后再翻一遍。别找了，你听我的好吧？你不能听那帮人瞎说呀。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你换作是我，我也得把他放出来。这事你没错。走吧，回去吧。许东，你别冲动，全村人都在找你呢，你赶紧出去躲躲。我躲什么躲？又不是我干的，我哪也不去。你声音小点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待着。你小声，你就给咱家惹祸吧。你俩别吵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谁呢？哎，我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？我谁也不怀疑，我也不知道。哼，这思维习惯一下就分开了啊！检察院、法院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我就是担心，所有人都觉得是他，警察也会。那还是要证据的呀。这么小个村子，这么大案子，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，快。就可能会出问题。我之前诉过一个杀人案，案发后4个小时就把凶手抓到了，而且口供、证据全对得上，保证不是冤案。嗯，那你说，如果胡旭东真是凶手，他不明白自己一定是所有人怀疑的对象，肯定跑不掉吗？他马上就结婚了，就为了个尹平。毁掉自己的下半辈子值得吗？你尹平把他们家牲口棚子给点了，那照别人肯定就是揍一顿就了事儿了呗。他还正儿八经跑到法庭来起诉他。那你说他现在居然气不过把人给杀了，他之前图啥，之后又图啥呢？这符合常理吗？有时候这些不符合常理的事儿，并不是真的不合理。只是信息缺失，当你找到那一块缺失的信息补上之后，这个事情就对了。好，你逻辑严谨，心思缜密，你是诸葛亮，我是你张飞，行了吧？仙姐啊，我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聊天儿，我以后就留着跟你聊天吧。不回去修法了？你修法的人有的是，也不缺我一个。但是跟你聊天的可就我自己啊。别说那俩老头不会放过你，你爸也会举着刀来找我的。睡觉吧。
抓人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肯定是抓错人，我你们抓错人了，你们冤枉我，你们冤枉人了，人不能带走啊，警察同志，你不能带走。放心，我们只是带他回去配合调查啊，放心。不是，旭东，哥。那天林燕和男朋友闹别扭，本来去高新路想和好，可没等到，所以才去的胜利大街。胜利大街是林燕家？不是，是她男友家，她还是去求复合。林燕怎么这么伤感的呀？看来这严继才他没撒谎啊。他要是没载着那女孩在那儿下，他不可能知道胜利大街。不一定，说不定两个人是在高新路聊天聊到的。会吗？你以为每个女孩都跟你似的那么聪明？哼！来了！谁呀？你好，你们是？你是乔小军？哦，我这是检察院的，有几个问题想跟您了解一下。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林燕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吧？时间太久了，我早忘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被害人是你前女友。她出事前我们就已经分手了。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？对吧？不聊了啊，不聊了。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请你们出去啊，赶紧走吧。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走，但关了这扇门之后，你就能忘掉这一切吗？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你就能面对你自己了。我让你们出去，听明白吗？赶紧走。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载他来找你，被判了死缓，他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20多年。他有自己的老婆跟孩子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内疚？没找到真凶，林燕死不瞑目，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说吗？我跟他分了好几次了，最后一次呢，我是铁了心了。他特别任性，不管不顾，强加于人，特别折磨人。出事那天晚上呢，他给我打了几十次场呼，我都没回。你们懂那种压迫的感觉吗？啊？传呼是什么时间打的？最后一次9点左右吧。他说要去高新路的老地方找我，没搭理他，我当然也不会去。后来嫌烦，我就把传呼机关了。那第2天有没有收到未接信息？那天我心情不好，找朋友喝酒，喝到12点多，回来倒头就睡。哦，警察也怀疑过我，问了我很多问题，但我有不在场证明。严继才说林燕最后下车的地方是在胜利大街，也就是你家。他没来敲你家的门吗？我那天喝多了，就算敲门我也听不见啊。你见过严继才没有？法庭上见过。你觉得是他杀了你的前女友吗？我信警察的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哟，这么多人呐！老婆，小周，你同事啊？哎呀，那谢谢你啊！哎，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啊，这街道下了决心是要拿红旗的啊！当然了，还得靠这街坊多多支持。肯定支持，好，肯定支持。好啊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哎呀，孩子回来，哎呦，长真好看啊！拜拜，再见。看，好不好看，娃娃？好看吗？
师傅，我觉得乔小军没有把实话说出来。我也有这个感觉，我也是。他为什么要隐瞒？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呀。等下次吧，我们得回去了，不然院里头那非得处分咱俩不可。你们这么快就入土？中国人讲究是土的安排。奶奶没钱，丧事的费用，大伙儿凑着份子钱，村子里也出了一些。是你把我孙子放出来的。婶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他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是我跑出来的。这孩子命苦，打小就没有爹妈，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，整天的被人欺负。走了好，走了享福。谢谢，谢谢你成全他，成全我们家呀！婶子，来，好了啊！起来，咱们走啊！好了，婶子啊！老家，谢谢你养了个杀人犯，你杀了我孙子，我谢谢你们家。好了，婶子，好了，我谢谢你们家人，你养了一个杀人。好了，婶子啊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不哭了，婶子啊！好了。再给我们说说，那天几点从大刘家走的？我没看表。我跟大刘喝完酒我就回家了。兄弟，你快结婚就是不一样啊！帅。大江，帅。我这领带还没系上呢，系上更帅。还行吧。回家你也不看表啊？10点多吧。都多少？不知道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行。那我撤了。走。明天早上还得去镇上接我弟呢。走。那我走了啊。早点歇着吧。你收拾了吧？你走。走了。平时从大刘家回你家需要多少时间？20多分钟。你回家以后呢？睡了，不开灯啊？开了，灯没亮，估计停电了。你说的对，那天晚上就是停电了，但那是11点40，你10点多从大刘家往回走，怎么1个多小时才到家？我能干嘛？我回家了呀！我干嘛？就问大刘不就完了吗？再给我们说说你手上的伤，还有那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
你俩干啥呢？胡一东，你得认清形势，老实交代才是对你最有利的。王队，出来一声。啥情况？有目击者了。谁？变电站下中班的工人，在11点10分左右，在水渠那儿看见个人，像尹平。能确定吗？没看清模样，只看见了身量，大概1.8米左右，偏瘦，部分特征吻合。从饮水渠到村里，差不多20分钟。按照胡旭东交代的时间，查完人回到家，赶上停电，时间刚好对得上。这能信吗？哎，跟他喝酒的大刘怎么说的？那家伙都喝断片了，根本说不清楚。王队，这时间他能对得上吗？其实啊，他作案时间肯定有，不在场证明不见得有。不是，那是不是啥？那尹平是被3棱锯刺捅死的，这刀口多特殊，你可着全村找，谁家有那玩意儿？就凭这一点就能盯死他？那带血的衣服，鉴定报告出来了吗？我跟你说了，那衣服放在脸盆里，跟其他的衣服泡一阵了，怕有污染。没事儿，只要那衣服上的血和尹平的血型一致，这事儿就算凿实了，是吧？你看，有动机，有时间，有作案工具，带血的衣服，要啥有啥，是吧？现在就差他本人的口供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进去接着审去了。得嘞，辛苦了，王队。看谁熬得过谁。哎，你当侦察兵那会儿，不是学过一招制敌吗？特阴那种。我学拳的都是来忙碌之后的事儿。一会儿咱俩打一场啊！我哪打得过你？我业余的嘴把式，跟你们专业比不了。怎么比不了？我看你就行。哎，实话啊，我不见得打得过你。啥事儿啊？好久不见了，请你吃个饭。少来这套啊！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啊，面带忠厚，其实长800个心眼子。你就没白请我吃过饭。啥事儿？真有事儿。就是当年严继才那个案子，当时负责人是谁？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你是随便问问的人吗？哎，我有个朋友在监狱工作，就说严继才在那边呢，一直喊冤，又是割腕又是绝食，就托我问问情况。你见过不喊冤的死刑犯吗？少。但人家问了很多次了，我又欠人家人情，你就当帮我个忙呗。作为朋友啊，我劝你一句，别沾，遭恨。咋了？这案子当初在你们检察院就几次退卷，要求补充侦查，后来到了法院又几次退卷，折腾个人仰马翻，好不容易才判的。你想想我们什么压力？确实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更说明有问题。少来，那法院最后能判，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。虽然这案子跟我没关系，但谁要挑毛病，我不愿意听。那如果我跟你说，这案子可能真是个冤案，真凶还逍遥法外呢，你愿意听啊？你就跟我说那个负责人是谁，我保证不卖你。打一场。打赢告诉我，打输告诉我啊！看一下。哎呀！嘿，你干嘛的？我是市检察院的，我叫郑建明。
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严继才那个案子，有些情况想跟您再了解一下。我退休了啊，以后别来找我。玩一会儿赶紧回家写作业去啊。我就知道你去会碰钉子，他有名的各色，不好打交道。你知道你不提醒我，你故意的。我这下白挨啊！哎，你之前说他是提前退休，因为啥事儿？大家都不愿意打听，你千万别打听啊！跟严继才案子有关吗？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这案子？听说你被别山那女检察官给拿住了，啊？你当卧底呢是吧？是，我是在帮他呢，不瞒你也瞒不住你，你老刑侦。这下算不上。哎，这事你暂时替我保密啊，要不我这工作不好展开了。任建平啊，我呢这第2次提醒你，好话不说3遍啊。这案子，你要真胳膊肘往外拐，就真成大伙敌人了。你想在南路待吗？反正检察院，你肯定待不下去了。至于吗？至于。你知道这案子牵扯多少人吗？那还真有可能是个冤案，也不能因为牵扯的人多就对冤情视而不见吧。比如，从我们到你们，再到法院，有谁是真心故意制造冤案的？没有吧？跟嫌疑人咱不认识，无冤无仇，干嘛总针对他？公检法一条线来来回回查了那么多次，最后还是判了，说明啥？说明啥？4个字：不能排除。我问你怎么还理直气壮不能排除？那要是万一呢？我是说1/1000的可能，他就不是真凶，那怎么着？放着不管了，就认着冤枉？不是，那这4个字不应该是疑罪从无吗？你小子现在怎么学的讲了3道的？别山的女检察官给你灌输的吧？哎，我听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啊。行了。你这堆牛粪啊！他冤案上了，你少转移话题，你哪儿那么多话呀？行，吃饱了。有事儿先撤了啊！结账啊！不是，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介才案子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没什么关系。怎么说呀？涉嫌刑讯逼供，其实就审讯的时候太气愤了，给了个猥亵幼女的东西俩嘴巴，下手重了，打脑震荡。那跟严继才案子有什么关系？那你觉得老吕这脾气，对付严继才时他能忍住吗？那种杂碎，要搁我手里，那脱警服就是我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。你说这要是犯人申诉，他们见多了不管也就算了，咱们是检察官，检察官帮犯人申诉，他们也不管，但犯人自己申诉得多难呀！我不是说过吗？这事儿啊，咱急不得。嗯。可我觉得那严继才要快崩溃了，早晚得出事儿。那咱又不停的写。不停地向各级司法机关反映呗，那还有别的啥办法啊？那得到猴年马月呀。咋的？
等不及了。嘿嘿嘿，心里头挂着别人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师傅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好事儿啊，好事儿。哎，我算是知道人家为啥叫你郭大姐了，八卦。哎呦，张儿，哎，刚才回收完室发现落了一封信，你的。谢谢啊。对不住了啊。你那个打不了长途，得用我这个打。啊，对对对。师傅，您怎么知道我要打长途电话呀？我啥都知道。行，哎呀，打吧，我回避一下。啊，不用，你在这儿也行。那好，我就说嘛，你打吧，回避啊！好，建民，电话。喂，我郑建民。我是张丽慧。喂。那个你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我刚收到你的来信，你说要严继才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呀？你等我一会儿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从办公室跑过来，有点距离。要不下次我给你揭示。那你说吧，要他照片干什么？这个到时候再跟你说。我需要几张严继才的近照，曝光不要太过，不足一点都可以。就是要和他以往的照片要有反差，越大越好。你是想用他现在的样子唤起谁的良知吗？大家本来就有良知。李慧，我做检察官有几年了，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把案子办成冤假错案。你可以相信严继才，但你一定要相信这个。